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乌克兰约18%的土地，并称支持在当前现实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则批评俄方并不是真的想要结束战争，并呼吁各国参与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普京24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进程，使乌克兰方面表示谈判终止。乌克兰方面回到谈判桌不能基于一方意愿，要基于在白俄罗斯和土耳其谈判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的现实。普京表示，目前在俄乌冲突战争中取得的成果足以向俄罗斯人民宣布胜利。眼下，俄罗斯军队控制了乌克兰约18%的土地，近期在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继续取得进展。 有消息人士表示，普京最近向他的部分顾问透露出对俄乌和平谈判进程的失落情绪，因为他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考虑会谈，并且西方在阻碍和平谈判。熟悉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表示，普京可以长期作战，但也准备停火冻结战争。 乌克兰26号则向媒体发布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和平峰会的视频讲话。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指控俄罗斯扩大战争，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让乌克兰获得真正的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停火。相关视频是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被炸毁的一间印刷厂录制，向媒体提供的视频全长6分21秒。泽连斯基使用英文演讲，配有音乐字幕等。 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每天都在攻击边境城市哈尔科夫，这种恐惧持续了3年，生机勃勃的城市被烧成灰烬。他还指控俄罗斯正在不断扩大战争，新一批军队正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集结，俄罗斯准备在哈尔科夫西北90公里处发动进攻。他批评俄罗斯并不想要和平。Does Russia want a dialogue? Ukraine had the world's largest experience of lies. From Russian during negotiations, lies that in particular was Russian cover-up for preparing this war. And that's exactly why global efforts are needed. Global Peace Summit of the leaders whom Russia will not be able to deceive. Summit that will show who in the world really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not just claim the ceasefire.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与瑞士一道筹备6月15号开始的和平峰会，已有80多个国家确认与会，希望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亲自与会。 据悉，加拿大、德国等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计划参加和平峰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彭博社、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报道，作为乌克兰最有力的支持者，美国总统拜登却可能缺席这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报道称，随着美国大选临近，该峰会与拜登计划参加加州的一场竞选筹款活动时间相冲突。 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24号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表示，北约盟国现在是时候考虑是否应该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部分限制，特别是在靠近乌俄边界的哈尔科夫持续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乌克兰不能使用原乌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因此很难进行抵御。 斯图尔滕贝格重申，北约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北约的目标仍是支持乌克兰的同时，避免直接卷入冲突。对此，意大利安莎通讯社25号援引该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塔亚尼的话报道称，意大利不支持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的主张。塔亚尼警告称，此举将导致军事升级。他说，真正的疯狂会将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我们的军事装备应在 乌克兰境内使用。24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匈牙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不想参与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任务，匈牙利正在重新定义该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角色。欧尔班透露，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北约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内为乌克兰提供更具有可预测性的军事支持。 对斯图尔滕贝格的计划，匈牙利方面表示反对。欧尔班说：“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也不想参与对乌财政或军事支持，即使是在北约的框架内。”欧尔班表示，匈牙利正在研究如何在保留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情况下，不参与在北约领土以外的军事行动。
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24号在一场活动中表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舒尔茨称，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射程达500公里的武器，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舒尔茨还表示，德国不可能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德国政府的责任是援助乌克兰，但也要防止冲突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周短评热点直说，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拜登出席完意大利 G7 峰会之后，并不会前往附近的瑞士参加乌克兰和平会议，而是直接飞回美国。拜登不出席，表面原因是要参加筹款晚会，那实际上更大可能是对乌克兰不满，因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成为拜登竞选连任的负资产。那其实这一次瑞士会议因为没有俄罗斯的参加，更多的是乌克兰争取国际支持的一种手段。但如果拜登不出席，效果呢又无疑会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泽连斯基26号才公开呼吁拜登要参加。那至于俄罗斯，普京最近多次提到了谈判，那这一方面是在外交上对冲瑞士的乌克兰和平会议，那另一方面则是盯着美国的大选。因为目前特朗普是处于领先，而特朗普25号再次表示，如果他赢了，将迅速结束俄乌冲突。